和沈玉恒结婚的第3年，他们的结婚证不小心被咖啡泡烂了。当南宇拿着证件去民政局补办时，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敲了几下键盘，忽然抬头看他，女士，您的婚姻状态显示是未婚。他愣了一下，以为听错了，不可能，我和我丈夫3年前就在这里领的证。工作人员又查了一遍，表情变得有些古怪，系统显示您确实是未婚，但沈玉恒先生是已婚。他顿了顿，他配偶栏登记的是另一位女士，叫乔清逸，您认识她吗？南宇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耳边只剩下尖锐的耳鸣。所有人都知道南宇和沈玉恒青梅竹马，他是他心头的白月光，是他年少时小心翼翼护着的人。而乔清逸是在他出国那2年间，沈玉恒因为太想他而找的替身。南宇攥着那张被咖啡泡烂的假结婚证，浑浑噩噩地上了车，手机突然震动了2下，沈玉恒的消息跳了出来，宝宝，我撬了一个110合作，买了你最爱的蔷薇和草莓小蛋糕，只想早点回来陪你，我好想你，你想不想我？他盯着这条消息，突然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顺着脸颊滑落。3年来，他每天都会问他这句话，表达着对他的爱意。可原来他早就背地里和别人成为了合法夫妻。他想起小时候，沈玉恒为了给他粘树上的风筝，从3米高的树上摔下来，右臂骨折，却还笑着把风筝递给他，说阿宇别哭，我不疼。他想起15岁生日那天，他在他家楼下淋了一整夜的雨，就为了等他睡醒后第一个跟他说生日快乐。他想起18岁成人礼，他包下整个游乐园，在漫天烟花下单膝跪地说阿宇，等我22岁，我们就结婚好不好？他想起他出国留学，他红着眼眶把他抵在机场的墙上，声音发颤，2年，我只给你2年，时间一到我就去保你回来。在国外那2年，他几乎每天都要视频。有次他忙着赶论文3天没接电话，在联系时发现他酗酒进了医院，视频里他眼睛通红，宝宝，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他总是哄他，马上就回来了，再等等。回国那天，他没告诉沈玉恒，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推开会所包厢的门，却看见他抱着一个女孩吻得动情，那女孩侧脸和他有7分相似，他的包啪地掉在地上，转身就走。沈玉恒疯了一样追出来，他不接电话，他就一直发消息，他不见他，他就淋雨站在他楼下，一遍遍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些年你不让我去看，我太想你了，所以才找了个替身，我发誓就只是抱抱亲亲，别的什么都没做。阿宇，我错了，可我真的是爱你爱到疯魔了。最后他在雨里站了3天3夜，高烧成肺炎晕倒，被送进医院还不肯走，他才心软原谅了他。后来他对他还像从前一样好，直到结婚后，他发现他身边的助理换成了乔清逸，那个他说已经送走的替身。他再次解释，他父母身体不好，在外又水土不服，哭着求我想回京北，他面试我的助理，我毫不知情，他工作能力不错，又是层层选拔上来的，我不能随便开除他。于是他又一次容忍了，没想到忍着忍着，把自己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车子开进别墅区时，南宇的眼泪已经干了，他深吸一口气，刚要推门进去，就听见客厅传来沈玉恒和他兄弟的对话，我刚去医院看了，乔清逸没事，就是一点擦伤，你安心在家陪南宇吧。沈玉恒靠在沙发上，黑衬衫解开2颗扣子，长腿交叠，他皱着眉把兄弟手里的烟按灭，声音低沉冷淡，我说过多少次，来我家不准抽烟，阿宇不喜欢烟味，行行行，宠妻狂魔。兄弟笑着调侃，不过我真搞不懂，你明明那么爱南宇，当初为什么非要和乔清逸领证？说实话，你是不是不知把他当替身？空气安静了几秒，随后沈玉恒低沉的嗓音传来，是又如何？我以前也觉得他只是个替身，阿宇一回来我就不需要他了，但他被送走后，我几乎每晚都能梦到他，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不在我身边，就接回来放在身边当助理了。我不能没有阿宇，但清逸我也离不开了。阿宇可以享受我光明正大的宠爱，清逸只能在暗处给个名分做补偿，又如何？兄弟叹气，你就不怕南宇知道？以他的性子，要是知道了，你就算死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回头。沈玉恒沉默片刻，喉结滚动，那就永远不让他知道。南宇站在门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他原以为自己会崩溃大哭，却发现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原来极致的痛是这样的，心脏像被活生生剜走一块，却还要继续跳动。他想起沈玉恒今早出门前还温柔地吻了他的额头，想起他每次应酬喝醉都会抱着他喃喃，宝宝，我不能没有你。想起他把他冰凉的手捂在胸口，说这里只为你跳动，竟然全是假的。他这一路回来时还在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现在才知道他不过是同时爱上了2个人。他要的从来不是2选1，而是一人站着白月光，一人做着朱砂痣。好，沈玉恒不是怕他知道吗？那他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永远不回头。他转身离开，直接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他去申请注销了所有在国内的身份信息。第2件事，他改了名字，工作人员告诉他，全部手续会在2周内办妥。2周后，沈玉恒就算上天入地，也再找不到他。南宇转身离开，手机在包里疯狂震动，全是沈玉恒的未接来电和消息，他没看也没回。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沈玉恒站在客厅，一见到他就大步走过来，眼底的焦急清晰可见。宝宝，你去哪了？一回来就发现你不在家，等了好几个小时，差点把全城翻过来找人了。他的担心不像假的。南宇怔怔地望着他，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他忽然想起高中时，他去参加数学竞赛，他只是迟了1个小时回他消息，他就直接弃赛跑回来找他，生怕他出事。明明这么爱他的人，原来给的爱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连呼吸都带着细密的疼。可最终，他只是平静地开口，去逛街了，忘记跟你说抱歉。沈玉恒这才松了口气，把他搂进怀里，你跟我道什么歉？我不是怪你，就是担心。他低头亲了亲他的发底，语气温柔，好了宝宝，你前天说想吃糖醋排骨和清蒸鲈鱼，我去给你做好不好？说完，他松开他，转身进了厨房。南宇站在门口，
静静地看着沈玉恒。他衬衫袖口挽起，修长的手指熟练地切着菜，侧脸在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柔。他忽然想起3年前他刚回国时，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胃病严重到住院。那时沈玉恒一个从未下过厨的千亿总裁，硬是花了1个月的时间，跟着顶级厨师学了一手好菜。有一次国际视频会议和给他做饭的时间撞上了，他直接架着平板在厨房里一边炒菜一边听汇报，吓得一众高管目瞪口呆。他曾经那样爱他，可此刻他的手机响了，南宇看见他瞥了一眼屏幕，神色微变，随即放下刀，匆匆擦了擦手。宝宝，公司有点急事，我得过去一趟。他解开围裙，语气如常，甚至不忘俯身亲了亲他的额头。菜已经做好了3个，你先吃，不用等我。南宇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等他离开后，他走到餐桌前，看着那几道还冒着热气的菜，忽然心脏疼得有些呼吸不过来。他刚刚看清了，那通电话是乔清逸打来的。他没有如他所愿坐着吃饭，而是出门叫了辆车跟了上去。果然，沈玉恒去的不是公司，而是医院。VIP 病房的走廊上，整层楼都被清空了，只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站在病房门口，神色紧张。院长正弯着腰，低声下气地对着沈玉恒道歉：“沈总，实在抱歉，是我们照顾不周，才让乔小姐在浴室摔倒。我们一定会加派护工，绝不会再出这样的差错。”沈玉恒脸色阴沉，声音冷得像冰：“如果再有下次，这家医院就不用开了。”院长连连点头：“是，我们一定注意。”南宇站在拐角处，指尖掐进掌心。明明他兄弟说过，乔清逸只是一点擦伤，可现在看来，一点擦伤他却包了整栋楼。如今出了点事，更是紧张的恨不得把整家医院都掀翻。病房门被推开，乔清逸虚弱的靠在床头，脸色苍白，眼眶泛红。沈玉恒快步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怎么样？还有哪里疼？”乔清逸眼眶泛红，声音哽咽：“都怪我不好，被车撞了也就算了，洗个澡还能摔倒，害得你都没空陪南小姐了。万一她多想了怎么办？我真是个灾星！”胡说什么？他低声斥责，语气却温柔：“你好好养伤，这几天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乔清逸抬起湿漉漉的眼睛：“那南小姐呢？”沈玉恒淡淡道：“我会安排，你不用操心。”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我们是夫妻，我陪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南宇浑身血液瞬间凝固，夫妻，好一个夫妻！可还没等他回过神，下一秒他竟看到沈玉恒摘下腕上的佛珠，轻轻戴到乔清逸手上。还有，以后不准再说自己是灾星，这串佛珠开过光，我戴了7年，以后给你戴着，保你平安顺遂。乔清逸感动得落泪，伸手抱住了他。南宇站在门外，只觉眼前一片模糊，整个人都像要被深海溺毙。那串佛珠是他18岁那年3步一跪9步一叩，从山脚一路跪到山顶寺庙求来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他跪到膝盖渗血，掌心磨破，才终于求到住持开光。回去后，沈玉恒看到他满身狼狈，眼眶瞬间红了，一把将他抱进怀里，声音发颤：“阿宇，你疯了吗？谁让你去受这种苦的？”他笑着把佛珠戴到他手上。住持说：“这串佛珠能保你平安顺遂，长命百岁。”他低头吻他，说：“我会戴一辈子。”此后7年，他果真从未摘下，哪怕是在最正式的商务场合，哪怕是在最私密的时刻，这串佛珠都一直在他腕间。可现在，他亲手将它戴在了另一个女人的手上，心脏像是被钝刀一点点割开，疼得连呼吸都困难。原来他的一辈子也不过7年。他转身离开，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回到家时，天色已晚。他刚进门，手机就震动起来，是沈玉恒的消息：“宝宝，公司临时有事，我得去国外出差几天，别生气，回来补偿你。”南宇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微微发抖。他打下一行字：“是要出差几天，还是要陪你的妻子几天？”但最终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删除，眼泪砸在屏幕上，模糊了视线。接下来他一直在收拾行李，证件、护照、银行卡，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他都收进了行李箱。3天后，沈玉恒回来了。他推开门时，手里捧着一大束蔷薇，另一只手提着草莓蛋糕，笑容温柔：“宝宝，我回来了。”南宇站在客厅中央，静静地看着他。他走过来，将花和蛋糕放在桌上，伸手想抱他。这几天公司的事实在太忙，非去国外不可，否则我不会离开你那么久。你别生气，好不好？他微微侧身，避开他的拥抱，语气平静：“没生气，你去忙你的吧。”他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不忙了，要忙的都忙完了，接下来就是哄你。”他牵起他的手，眼中带着期待：“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不等他回应，他就拉着他上了车。半小时后，车停在一座音乐厅前，南宇走进去，发现整个大厅都被包了下来，四周坐满了人。见到他们进来，纷纷低声议论：“沈总真是大手笔，为了南小姐包下整个音乐厅，听说专门从国外请了他最爱的演奏乐团，今天一整天都只为他演奏专属曲目。那个乐团现在身价暴涨，保守估计这一趟花了10亿不止。这算什么？沈总宠妻可是出了名的。”南宇站在璀璨的灯光下，耳边是众人的艳羡，眼前是沈玉恒温柔的笑脸，可他的心却像是浸在冰水里，冷得发疼。他给他盛大浪漫，也给别人婚姻名分，他让他活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却让另一个女人活在他的结婚证上。南宇坐在音乐厅的 VIP 席位上，耳边是悠扬的琴声，眼前是沈玉恒温柔的笑脸。他俯身替他拢了拢披肩，低声问：“冷吗？”他摇头，却下意识皱了皱眉。小腹传来一阵抽痛，沈玉恒立刻察觉到是不是生理期来了。他感到身下的暖流，点点头。他温热的手掌贴上他的小腹，轻轻揉着，语气歉疚：“疼得厉害吗？要不我们回去？”南宇摇头，沈玉恒拗不过他，只好打电话让助理送生理用品和暖宝宝来。而这期间，他的注意力全部在他身上，时不时替他揉揉肚子，低声问他要不要热水，要不要毯子，细致的仿佛他还是他捧在手心的珍宝。半小时后，有人匆匆走过来，轻声唤道：“沈总，东西送来了。”南宇和沈玉恒同时回头，是乔清逸，他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头
头发微湿，脸色还有些苍白。沈玉恒脸色瞬间变了，你上刚好，谁让你来的？我叫的不是林帆吗？乔青衣咬了咬唇，声音轻软，林助理正在洽谈项目，我怕南小姐疼得厉害，又怕您等得急，就自己过来了。他说着，将纸袋小心翼翼地递过来，补充道，外面下着大雨，我忘记打伞了。不过您放心，暖宝宝和生理用品我都护得好好的，一点雨都没沾到。沈玉恒神色几经变化，最终还是先接过纸袋，递给南雨，宝宝，我陪你去换。南雨没说话，拿着东西去了洗手间。等他出来时，说要守在外面的沈玉恒已经不见了。他刚要离开，却听见隔壁洗手间传来细微的声响。他走过去一看，沈玉恒将乔青衣压在洗手台上，吻得深入。乔青衣半推半就，别，南小姐还在等你，先不管她。沈玉恒的嗓音低沉暗哑，你冒这么大雨跑过来，是想心疼死我吗？我只是怕等久了南小姐会难受，而你看到她难受也会难受。乔青衣声音带着哭腔，我只想让你开开心心的。沈玉恒似乎更心疼了，吻得更深。乔青衣忍不住哼唧了一声，他低笑，嗓音温柔，有感觉了。乔青衣脸红着推他，你去陪南小姐吧，我可以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沈玉恒的声音带着宠溺的调侃，这种事要男人帮忙才舒服。他的手探了下去，随后是衣料摩擦的窸窣声，乔青衣压抑的喘息和沈玉恒低沉的哄诱，乖，放松。南雨站在门外，疼得撕心裂肺。他想起他们的初吻，18岁那年，他在漫天烟花下捧着她的脸，小心翼翼地问，阿雨，我可以吻你吗？他红着脸点头，他低头吻下来，温柔的像是捧着一件易碎的珍宝。他想起他们的初夜，他克制又隐忍，一遍遍问他疼不疼，直到他摇头，他才敢彻底占有他。事后还抱着他哄了很久，说这辈子都会对他好。可现在他却在洗手间里用手指取悦另一个女人。沈玉恒啊沈玉恒，你负我负的彻底，心脏像是被活生生撕成两半，疼得他几乎站不稳。他踉跄着后退，不小心撞到了墙边的装饰花瓶。谁在外面？沈玉恒冷厉的声音传来。沈玉恒追出去时，走廊上空无一人，只有一只橘猫蹲在墙角，警惕地看着他。看样子是猫。乔青衣跟过来，轻声说道，你快去陪南小姐吧，我等会儿自己打车回去就好。沈玉恒皱眉，这么大的雨，你打什么车？就留在我身边。乔青衣咬了咬唇，低声道，可是南小姐，谁才是你男人？沈玉恒忽然捏住她的下巴，嗓音低沉。乔青衣脸颊瞬间泛红，小声道，那就听我的。他牵起她的手，直接带她回了音乐厅。推门进去时，南雨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安静地听着演奏。沈玉恒松了口气，拉着乔青衣坐到她旁边，随口解释，宝宝，外面雨太大，他正好也喜欢听演奏，就让他留下了。南雨了一声，没拆穿他。整场演奏会，沈玉恒依旧对南雨关怀备至，问他冷不冷，替他揉肚子，甚至低声问他要不要提前离场休息。可南雨知道，他的左手始终和乔青衣十指紧扣。他忽然想起他们第一次牵手的时候，那年他16岁，冬夜飘雪，他偷偷翻墙到他家楼下，把冻得通红的手伸到他面前，笑着说，阿雨，我手好冷，你给我暖暖。他红着脸握住他的手，他立刻收紧手指，再也没松开。那时候他眼里只有他，而现在他一边牵着他，一边牵着别人，一滴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沈玉恒立刻察觉到，指腹轻轻擦过他的脸颊。怎么了？南雨笑了笑，轻声道，音乐太感人了。沈玉恒低笑，嗓音宠溺，真是个宝宝，这么容易多愁善感。他没说话，任由他替他擦掉眼泪。演奏会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沈玉恒却没让南雨走，他让人推上来一堆乐器，钢琴、大提琴、小提琴，每一件都价值连城。你以前说过这些乐器好，我就花高价都买下来了。他笑着问他喜欢吗？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刻补充，南小姐，沈总为了这批乐器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有些是从私人收藏家手里高价竞拍的，有些是从博物馆借调的。乔青衣站在一旁，眼底闪过一丝暗色。南雨扯了扯唇，刚要开口，这是什么？乔青衣突然伸手，好奇地拉了拉旁边一根装饰绳，别拉。工作人员脸色大变，可已经来不及了。头顶传来机械运转的轰隆声，下一秒，沉重的灯光架和音响设备猛地砸了下来，电光火石间，沈玉恒一把拽过乔青衣，护在怀里滚到一旁，而南雨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黑影朝自己压来。砰！剧痛袭来，他倒在血泊中，最后的意识里是沈玉恒惊慌失措的喊声阿雨，可他知道他怀里抱着的是别人。南雨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14岁的沈玉恒还穿着校服，嘴角带着淤青，却笑得肆意张扬。他一边给他涂药，一边红着眼睛骂他，你是不是疯了？一个打30个，你是奥特曼也不能这么打。他满不在乎的挑眉，谁让那群混混抢你钱，欺负你就是不行。少年仰起脸，眼神炽热又坚定，只要有我在，你不准受一点伤。梦里的南雨泪流满面，忍不住喊他的名字，沈玉恒，可他却像听不见一样，牵着同样14岁的他，转身走远。画面骤然翻转，现实中的沈玉恒护着乔青衣，任由他被砸伤，鲜血染红视线。他猛地睁开眼，泪水浸湿了枕巾，还没缓过神来，下一秒便看见病房里乔青衣正哭着扑进沈玉恒怀里。怎么办？都怪我，我不该去拉那个绳子，要是我不拉，南小姐也不会出事，你惩罚我吧。沈玉恒无奈地替他擦眼泪，真要惩罚？乔青衣抽噎着点头，是，做错了事就要惩罚，不然我睡不着觉。沈玉恒低笑，捏了捏他的脸，那你叫我一声老公。乔青衣愣住，什么叫？他红着脸小声喊，老公。沈玉恒揉揉他的头发，嗓音温柔，既然你叫我老公，那就要听我的，这件事我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你不用管了。乔青衣只能乖乖离开。南雨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手指无意识地碰倒了床头的水杯，啪！沈玉恒猛地回头，这才发现他醒了。他快步走过来，眼底满是关切，阿雨，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疼？他握住他的手，语气懊悔，对不起，当时太乱了，我认错了人。南雨闭上眼，没有拆穿他的谎言，他只是轻声问，乔青衣呢？
沈玉恒脸色微变，以为他要找乔青义麻烦，立刻解释他也不是故意的，不过这的确是他不对，我已经严厉惩罚过他了。南雨想起刚才他让乔青义喊老公的画面，心想是这种惩罚吗？那确实挺严厉的。他什么也没说，没有愤怒的质问他为什么认错人，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他的偏心，只是平静的说我饿了。沈玉恒怔住，他盯着他的眼睛，终于察觉到异样，他太平静了，平静的像一潭死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南雨又重复了一遍我饿了，彻底打乱了他的思绪，他只能压下不安，温柔的点头好，宝宝，我马上去给你买吃的，你等等。他拿起车钥匙匆匆离开，门关上的瞬间，南雨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下，但他立刻抬手擦干。他看向窗外，阳光刺眼，却照不进心里。爱才会歇斯底里，恨才会不甘吵闹。可现在的他对沈玉恒无爱也无恨了。沈玉恒推掉了所有工作，寸步不离的在医院照顾南雨，他亲自喂他吃饭，替他擦药，甚至半夜醒来都要确认他有没有踢被子。可南雨始终平静，直到出院这天，沈玉恒觉得他闷坏了，特意为他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庆祝他康复。宴会厅金碧辉煌，香槟塔堆叠成山，宾客衣香鬓影，觥筹交错间，所有人都在艳羡。沈总对南小姐真是宠到骨子里了，听说这些礼物全是限量款，有些还是拍卖会上点天灯拍下的。南小姐真是好福气。南雨站在人群中央，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沈玉恒终于忍不住将她拉到角落，低声问还在生气？他指腹摩挲她手腕内侧，语气讨好我发誓我当时真的认错人了，你要怎样才能原谅我？宝宝你说我都去做好不好？南雨看着他忽然笑了好啊，开除乔青义。沈玉恒神色微变，语气软了几分，他家境困难，父母患病，何必做得这么绝？南雨静静地看着他，方才还说什么都愿意做，可一涉及乔青义，他立刻就反悔了。他刚要开口，沈玉恒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乔青义。电话那头他哭得撕心裂肺，沈总救我，有人找了一群混混，他们要凌辱我。沈玉恒脸色骤变，你说什么？你现在在哪？可电话已经挂断。沈玉恒脸色变了，立刻回拨，却再也打不通。他猛地看向南雨，眼神从焦急到怀疑，再到压抑的怒意。阿雨，乔青义在哪？他声音发紧，还算克制。南雨心脏狠狠一缩，他不信他甚至不需要查证，就已经认定是他做的。他颤着声道，你怀疑我？不是怀疑。他揉了揉眉心，只是他刚才电话里说有人要欺负他，所以呢？南雨声音发颤，你觉得是我做的？沈玉恒沉默一瞬，低声道，我没这么说，只是现在情况紧急，他一个电话你就紧张成这样。南雨忽然笑了，眼底却一片冰凉。沈玉恒，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他眉头皱得更紧，现在是人命关天，你非要这时候吃醋？吃醋？南雨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你觉得这是吃醋？沈玉恒深吸一口气，尽量放软语气，阿雨，我和他真的没什么，但现在他可能出事了，你先告诉我，是不是你？不是我。南雨打断他，每个字都像刀割，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不知道他在哪，也没让人动他。沈玉恒盯着他，眼底的焦躁越来越明显。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乔青义的电话始终打不通，终于他彻底失了耐心，一把扣住南雨手腕，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阿雨，我说过我已经惩罚过他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毁掉一个女孩的清白是最下作的手段，我没时间跟你胡闹，告诉我乔青义到底在哪？南雨疼得脸色发白，却倔强的重复，我不知道，你问多少遍我都不知道。沈玉恒彻底怒了，南雨，我真像是从没认识过你。他猛地甩开他，砰！南雨踉跄几步，后腰狠狠撞上桌角，额头磕在锋利的装饰棱上，鲜血瞬间涌出，周围一片尖叫。沈总，南小姐受伤了。可沈玉恒置若罔闻，他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一边打电话一边厉声吩咐，立刻调监控，查青义最后出现的位置。南雨扶着桌角缓缓站起来，鲜血顺着额角滑落，温热黏腻，他却感觉不到疼，比起心脏被撕碎的痛，这点伤算什么？他怔怔地望着沈玉恒离去的方向，忽然笑了，他怎么会管他呢？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乔青义，就像从前满心满眼都是他一样。有人惊慌地围上来，想扶他去医院，他却轻轻摇头，推开所有搀扶的手，一个人走出宴会厅。轰！刚走出去，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南雨回头看到那块写着沈玉恒爱南雨一生一世的鎏金牌匾重重砸落在地，碎成两半。他看着那块牌匾，忽然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沈玉恒，你的一生一世原来这么短啊！南雨一个人回了家，他沉默地处理了额头的伤口，然后开始收拾东西。沈玉恒送他的项链、戒指、手表，他亲手写的卡片，他们一起拍的相册，所有与他有关的东西都被他装进纸箱，一趟又一趟地丢进楼下的垃圾桶。最后一箱丢完时，夜风卷着碎雪吹过他的脸颊，他站在路灯下，忽然觉得可笑，曾经视若珍宝的回忆，如今不过是垃圾堆里的废品。转身的瞬间，一个麻袋猛地套住了他的头，他还没来得及挣扎，后颈便传来剧痛，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南雨发现自己仍被套在麻袋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嘴巴被布条死死塞住。透过麻袋的缝隙，他看到沈玉恒抱着乔青义坐在高位的沙发上，四周站满了保镖。保镖恭敬地汇报，沈总，人抓到了，这就是南小姐派去欺负乔小姐的混混头子。乔青义缩在沈玉恒怀里，声音怯怯的，玉恒，要不算了吧，你来得及时，我其实也没真的出事。沈玉恒冷笑，不行。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乔青义的脸，语气温柔的不像话，我舍不得动阿雨，但他敢欺负你，我总要给你一个交代。既然这是他找来的人，那我就杀鸡儆猴，让他以后不敢再做这种事。南雨浑身发冷，他终于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乔青义自导自演。乔青义假装被混混凌辱后，便买通人绑了他，骗沈玉恒他是欺负自己的头子，就是为了让沈玉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折磨他。
他拼命挣扎，想叫沈玉恒的名字，可嘴巴被塞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乔青义心软的叹气，下手轻点吧，毕竟是南小姐的人。沈玉恒眼神一冷，亲，不可能，敢欺负你，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下一秒，南雨被拖到了高台上，下面是10几米深的游泳池，冰冷的水面映着惨白的灯光。他被套着麻袋，绑着绳子，从高台边缘猛地推下去，砰！冰冷的水瞬间灌入麻袋，巨大的冲击力让他五脏六腑都像被重锤击中，水从鼻腔、口腔疯狂涌入，呛得他眼前发黑，肺部像被无数根针扎着，疼得他本能的蜷缩起来。救命！救！微弱的呼救声被水淹没，麻袋吸饱了水，越来越沉，像铅块一样拖着他往下坠。他拼命挣扎，可绳子越缠越紧，勒得他几乎要窒息。就在意识即将消散的瞬间，绳子突然收紧，他被硬生生拽出水面。可还，他剧烈的咳嗽着，肺里的水混着血丝喷溅出来，还没等他喘过气，身体再次被推了下去，1次、2次、3次，每次下落都像被扔进冰窟，每次上拉都像被抽筋剥皮，反反复复，生不如死。南雨的意识越来越模糊，耳边只剩下嗡嗡的轰鸣，肺部火辣辣的疼，仿佛下一秒就要炸开。不知道第几次被拉上来时，乔青义终于不忍心地叫停，够了，玉恒，别再折磨他了。沈玉恒却冷笑，还没完。他接过保镖递来的铁棍，走到南雨面前，敢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砰！第一棍重重砸在他背上，南雨整个人猛地弓起，像是被电击的虾米，剧痛从脊椎炸开，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他死死咬住嘴里的布条，却还是露出一声闷哼。砰砰砰，一棍接一棍，毫不留情，每一击都像是要把他的骨头敲碎，把他的内脏震裂。南雨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从嘴角溢出，顺着下巴滴落在地。99棍，他亲手打的，打到后来，南雨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眼前一阵阵发黑，身体像是被撕成了碎片，又像是被扔进了绞肉机。最后一棍落下时，他像破布娃娃一样瘫软在地上，身下的血泊不断扩大，浸湿了他的衣服，染红了地面。咔嚓，他抬起锃亮的皮鞋，狠狠碾过他露在外面的手指，指骨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南雨疼得浑身痉挛，却连惨叫都发不出来。沈玉恒这才满意的收回脚，转身将乔青义搂进怀里，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他的长发，是不是吓到了？好了，结束了。他对保镖挥了挥手，像是在处理一件垃圾，把这人丢回去。说完，他抱起乔青义，头也不回的离开。皮鞋踩在血泊里，发出黏腻的声音。南雨嘴里的布条终于松了，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哑的喊出他的名字，沈玉恒。声音微弱的像是风中残烛，却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他脚步骤然一顿，可乔青义却适时的晕了过去，软软的靠在他肩上。